我的名字叫舒玲，是个新来的代课老师。可最近在课堂上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。为了躲避前男友的纠缠，我来到一家叫丘陵纪念中学的学校做代课老师。初来乍到，我不认识路，就向打篮球的同学打听教导处。这个同学叫东东，非常热情地把我带到了教导处。教导主任是个非常幽默的人，他告诉我，由于历史老师生孩子，让我明天开始教历史。从学校出来以后，我打算回家备课了，没想到前男友又来纠缠，幸亏父亲及时出现将他赶走。次日来到学校后，发现我被安排到了4年级1班。据说这个班的学生非常不好相处，可我在教学楼找了半天，只有2班到4班，并没有找到1班。就在此时，我又遇到了爱打篮球的东东。东东表示自己就是4年级1班的学生，于是就把我带到了他们的教室。这里的学生果然跟其他班级不一样。老师，你讲你的课吧，喜欢听的就听，不喜欢的就做自己事了。我只好用從港片里學的方法來教育這群學生。聽住你俾面，出去直抽啊！講咩死老襯，直抽啊！抽我，我抽你抽我點？下課以後，教導主任也誇讚我。哦，想不到你還挺厲害的。以前有個老師啊，教完那幫調皮鬼之後啊，哭着說要走啊。可能我比他們大不了多少，知道他們想什麼。努力啊！拜拜，拜。晚上下班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居然见到几个学生出来做生意，我非常愤怒，就上前阻止。喂，干什么呀？东东，你干什么？你哪只眼看见啊？这个3000都值啊！是啊。喂，你是谁呀，小姐？我是他的老師。一听我是老师，几个肥宅都被吓跑，我以为是女同学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。他却告诉我那只是他们的爱好。次日上课的时候，我发现东东居然没来上课，于是抓住昨晚做生意的女孩询问，女孩却跟我装无辜，还找来几个校霸要挟我。老师，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2个的轨迹相交就互撞啊，叫雾里的秃子说的。老师，你昨天晚上看到素芳他们的事，最好忘了吧，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干什么？威胁我？哪儿敢呢？哎，饿过头说胡话，炸鱼蛋去！哈！很快我就发现东东进了厕所，可当我直进厕所的时候，怪事发生了。我把每个坑位都打开检查，却不见东东的身影。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就要离开，可奇怪的是，厕所门居然打不开了。起初我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，可紧接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另一边，父亲见我迟迟没有回家，就报了警。很快，他们就在厕所找到了我。可奇怪的是，厕所居然恢复了正常。休息1天后，我又来到学校上班，顺便跟教导主任说起了4年级1班的事情。可当教导主任听到4年级1班后，顿时脸色大变。你这几天教的是4年1班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学校没有4年1班。没有4年1班？没有。起初我只以为教导主任是在开玩笑，于是就向4年级1班走去。开门一看，我彻底震惊了，这里居然变成了杂物间。我询问教导主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教导主任却支支吾吾的不肯说。看我情绪激动，才找来校长说出实情。那一年4年1班有个总是被人欺负的学生，有一天他拿了一瓶汽油回来，不停地泼向那几个经常欺负他的同学，然后点火。我们的同事马上救火救人，谁知道火越烧越大，整个教室都烧着了。那些学生和老师一共死了14个人，所以学校就取消了这个4年1班。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，但是如果你不想再教下去，我也不会勉强。我一听会丢饭碗，急忙改口，我上午课。教导主任也顺着我的意思让我教2年级。这晚下班后，前男友又在回家的路上等我。跟他分手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3年。他把我打进了4次医院，我实在无法忍受。告别前男友后，我又遇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东东。他提醒我，你千万不要回学校，
你千万不要再回去了。我要追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，看样子是追不上了。父母担心我再遇到怪事，于是就请来了教会的神父。其实邪灵是生存在你的脑子里面，他们不可以碰到你，杀死你，他们只是让你产生幻觉。只要信心坚定，任何邪灵都不可以伤害你。此时我也明白，原来他们只能吓唬人。我没有多想，第二天又来学校上班。这次我教的是2年级1班，可刚进门却发现学生都变成了4年级1班的学生。我一直暗示自己这都是幻觉，于是便壮着胆子上课。可就在我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，总觉得脊背发凉。下面的东东朝我使眼色，让我快逃。我再也顶不住压力，向外逃去。等我逃到门口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已经过了放学的时间。等我再次来到天桥的时候，又遇到了东东。这次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可东东只是告诉我，他们要害我，让我千万不要再回学校。说完又跑了。就在此时，前男友再次出现。我以为他又要纠缠我，结果给我看了一段录像。其实呢，我天天在这里等你的时候，我早就想拍你了。刚才你一下车，我就开始拍，但是我看到你跟空气说话。他说我肯定是见鬼了，并且要给我介绍个很厉害的大师。我也被这件事吓坏了，于是就跟前男友来到了大师这里。大师告诉我们那间学校很邪，但是也不用太过担心，于是就将一件法器递了过来。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相信他一次。回家以后，我发现父亲留下纸条告诉我外婆生病了，他们回老家照顾。就在此时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我大惊失色，居然是鬼学生打来的电话。紧接着，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。你敢挂我电话？我不上课了，你不要再打给我了。一听是对方的声音，我急忙挂断。可下一秒，他的声音再次从手机里传出，我下意识的就摸出了包里的降魔杵，直接把手机扎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就拿着降魔杵睡了过去。醒来以后，发现降魔杵真的管用，才放下心来。可紧接着，邻居找上了门，原来是母亲打不通家里和我的电话。喂，妈，你在哪？你早上发了个短信给我，说有要紧事儿，叫我到学校找你嘛。你还在家？我没发过短信呢。不是吧？你的2个学生在这里陪我等你呢。什么学生？伯母，我跟老师说啊。谢谢。不用。你妈妈现在在我这里，你还不快点过来？我一听大惊失色，拿上降魔杵就去了学校。来到4年级1班后，学生们都显出了狰狞的样子。他们居然用母亲来要挟我，气急败坏下，我掏出降魔杵，可他们却想和我鱼死网破，将母亲推了下去。眼看母亲身死，我举起降魔杵就冲进了人群。可很快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，父母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警察也把学校围了起来，校长似乎也换了人。他不是校长，是小姐说他是这里的代课老师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。校长告诉我4年1班死了14个人，但是这些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。我们本来把遇难老师和学生的照片放在这里纪念，但是后来于是老师觉得不舒服，就把它遮住了。此时我才意识到，这几天见到的都不是人。更恐怖的是，这段时间缠着我的前男友也不是人。那天他以自杀威胁我回心转意，可不小心用螺丝刀给自己爆了头。而他带我去见大师的时候，递给我的并不是降魔杵，而是那把凶器螺丝刀。而我又在他们的双重蛊惑下，让20年前的悲剧重演。想到这里，我只好用装疯卖傻来保命，他们最多把我关进精神病院，不至于枪毙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